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应用这个计时器。我们打开 main.c， 将相应的代码复制进来。我定义了4个应用，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应用 LED blinking。定义一个 timer ID 的宿主，宿主元素里面有4个，然后定义4个变量 toggle。这个是 LED timer 的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当中，我们翻转这个变量 toggle 的数的值，从0变成1，1或1变成0。然后我们初始化这4个计时器，然后开始的回调函数，开始回调函数我们放成空，回调函数我们放成刚才的 LED timer callback， 结束回调函数我们也设为空，然后设置这个计时器为周期性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这4个计时器，分别设置成100毫秒、300、500和700。好，我们编译一下。好，编译成功。我们进入调试，将要观测的变量填入。0.999和1.098，就是100毫秒会翻转一次，就是我们第一个这个，当每100毫秒之后，它会进入这个中断函数，同时翻转我们的变量。好，我们尝试第二个，试试看，是300毫秒。好，可以看到 6.9 和 7.199 是300毫秒。然后第3个500毫秒，5格，对吧？所以是500毫秒。10.5到11 500毫秒，然后最后一个是700毫秒。
7格，1、2、3、4、5、6、7。14到14.7，好，所以一个硬件计时器我们就可以用在4个软件计时器上。如果我们这边换成 LED 的闪烁，在你的板上就会看到4个不同频率的 LED 在不同频率上闪烁。好，现在我们来讲解第二个应用，将相应的代码拷贝过来。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代码。一般上，我们需要 buzzer on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子写 buzzer on， 然后 delay 可能50毫秒，然后再 buzzer off。这样这边 delay 50毫秒其实是在浪费 MCU 的时间，所以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方法，计时器来取代这个原本的方法。好，首先我们先初始化一个计时器 buzzer timer， 然后开始的回调函数，我这里定义了一个 start buzzer timer start callback， 就是当开始这个计时器的时候，我们要开启这个 buzzer， 这里我用 LED 来取代，开启这个 buzzer， 然后当计时器到达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buzzer 关了 buzzer off， 我这里也是用 LED 来取代。好，它是一次性的计时器。这里是当按钮点击下来过后，如果按钮被按下过后，开启这个计时器。好，我们试一下。编辑。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这个 LED 会闪烁。好，看到了吧？我们刚才也定义了一个变量 buzzer on， 我们来看一下。好，4.019到4.069，正好是50毫秒。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应用，将相应的代码拷贝过来。
好，这个应用用在 LCD backlight 上。如果用户有按下按钮的话 ，LCD backlight 亮起。如果在2秒之内，用户继续再按按钮的话 ，LCD backlight 灯继续亮起。如果在2秒之内没有再操作的话 ，LCD backlight 则关掉。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个软件计时器，一样 ，backlight timer start callback 的时候，我们开启 backlight。当计时器到达的时候，我们关掉 backlight。这个计时器也是一次性的。下面的代码是说，如果检测到用户有按下按钮的话，我们就开启这个计时器。如果在2秒之内一直都检测到，我们就一直都开启这个计时器。好，我们看一下效果。好，2秒之后 ，LCD backlight 关闭。如果我在2秒之内不断的按按钮 ，LCD backlight 它就不会关，直到我没有操作为止。好。现在讲解最后一个应用，将代码复制进来。最后一个应用用在串口通信上。假设我是主机，我需要从机在特定时间内进行应答。当我发送一个命令的时候，如果它没有在特定时间内响应的话，则我认为它不存在。首先，我们先初始化一个计时器。当开始这个计时器的时候，我们清零 receive timeout， 同时 SF receive 我们设置为 true。然后，如果在特定的时间内，它重机没有应答的话，我们则认为它不存在 ，timeout 等于 true。然后同时不接收接下来的任何应答。下面我们用按钮来模仿开始接受应答和接收到应答。当第一次按下按钮的时候，我们开始计时器，我们开始5秒的计时器。如果5秒之内我再按下按钮的话，我们则结束这个计时器，我们则认为我们已经接收到应答。如果5秒之后，5秒之内我们都不按下第二次按钮的话，则认为串口没有接收到应答，而认为
重击不存在。我们尝试一下。好，当我们这里开始接收，如果我没有按下第二次按钮的话 ，Receive Timeout 将会被开启。如果我按下第二次，就代表我已经接收到应答，则 Timeout 不会成为 True。我们再看一次。5秒之内我不按第二次 ，Timeout 等于 True。5秒之内我按下第二次 ，Timeout 不会等于 True。好，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所有的 callback。这所有的 callback 都是从中断函数里面调用过来的，所以里面的代码尽可能的少，而且快。如果这边填入太多的代码，会影响主函数。但如果真的需要填入很多的代码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呢？我们下一集继续为大家介绍。好，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可以点赞、订阅及转发。有任何疑问或是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再见。